2010年到而家2018年，終於有部新嘅 A7 出現啦。咁呢個樣就相當吸引嘅，因為眼燈真係好鬼過癮咁樣眨下眨下咧。呢架新車嘅最大嘅改變就係其實佢將好多 A8 推出嘅一啲新科技咧，就擠咗入去。咁咧，廠方嘅資料就強調咧，呢架係一架 Gran Turismo 嚟嘅。咁我哋而家喺南非，今次就試下去，其實有幾咁 GT 先。呢部新嘅 A7 咧，其實係延續咗新嘅 A8 好多啲技術嘅。頭先問個工程師，佢就話其實呢一套嘅48伏同 A8 係一樣嘅。咁主要嘅功能係揾嚟慳油多啲嘅，即係譬如去 coasting 嘅時候，你行得順好高嘅波段 ，loading 好細嘅時候，咁你一收油佢就真係甩開咗個波箱嗰種咧，就可以甩得耐啲嘅，最長40秒嘅油。咁另外 start stop 就係、佢去到22公里時速都可以 start stop 嘅，但係當然要睇個電力狀況啦，睇交通情況啦。咁我喺南非試就試到少少嘅，10零公里佢真係會 start stop， 即係熄咗引擎嘅。咁 coasting 都出現過嘅，咁但係好短時間。咁但係呢度叫做 mild hybrid 嘅系統，主要真係為咗慳油，就唔係為咗加力俾個引擎嘅。所以唔好期望咁高，慳到少少。廠方講係實際環境可以慳到0.7 100公里嘅。咁好彩嘅一件事就係、呢套系統係 standard 嘅，相信香港係應該會有嘅。咁其他嗰啲好主動嘅安全系統，究竟香港有冇呢？即係譬如佢會自己識幫你扭軚，提醒你。頭先我試過，佢真係幫我扭嘅。如果你太耐時間唔捉住個軚盤，佢仲鬧你嘅添，同你 break 埋都仲得啊！咁所以幾多 A8 先進嘅嘢喺裏邊嘅。呢部 A7 嘅車廂咧，其實一啲都唔細嘅，車身冇上一代咁牙渣，但係其實車廂都大嘅。咁所以坐起上嚟又唔算話好似一般嘅 fastback 或者 sportback 嗰類，個頭頂係好似有機關壓住你個頂一路麻落嚟咁嗰種感覺。咁呢架係比較合理嘅，喺一個斜尾嘅造型嘅設計嚟講。咁但係呢架車揸上嚟係點嘅咧？頭先我喺山路就真係認真地劈過一段，係真係輕鬆嘅。佢快得嚟，輕鬆得出奇地令我冇壓力嗰種感覺嚟嘅。咁當然340匹嘅引擎，其實又未至於令到呢一副新車架係醜態百出嘅，因為真係逼唔到佢個極限出嚟嘅。加上佢嘅4驅又有 Sports Differential 喺後轆，仲有一套電腦系統喺度管住晒成套4輪轉向啊，諸如此類。頭先行咗咁耐，我係有幾個彎係好刻意，即係早啲就盡雞一嘢篤落去嘅。其實佢都仲係好似冇嘢咁樣，冇嘢得嚟係有速度嘅。A7 另外一個喜出望外嘅地方咧，就係個7速嘅 Double Clutch S-Tronic。因為同類系統我試過好多個啦，即係 Audi 都成日用噶啦。但係唯獨呢一個係令到我覺得轉波嘅動作咧係無聲無息嘅。就算我喺山路上432咁一路咁樣轟落去 downshift 落去，佢令到個車身個震盪都係好少好少。我印象中好似冇乜 Audi 嘅7速 S-Tronic 係有咁順嘅表現。順到係有少少似 CVT， 但係又唔會 CVT 咁笨啦，當然。但係佢嗰種又肯轉又轉得順嗰種感覺，哇！佢搞過啲咩嚟嘅我都唔係好明。廠方就冇刻意講呢套波箱做過啲咩手腳，但係就你揸起上嚟就發覺，哇！佢真係幫到手咯，尤其是你轟緊嘅時候，仲要幫得嚟，唔係好騷擾你。所以佢話佢 GT 嘅特性咧，其實喺某程度上。第一係你揸起上嚟，你快係得嘅；第二就係你可以輕鬆嘅；第三你快得嚟仲係舒服嘅。因為頭先真係劈咗幾十公里，真係覺得有冇咁容易啊！成件事個 traction 係咁好噶，即係呢架車係都幾大驚喜嘅。行咁急嘅山路嗰度，我係冇諗過佢會咁靈活，同埋零壓力嗰種感覺好強烈。
其實所謂嘅 GT 咧，真係冇一個學術性嘅定義嘅。咁傳統嚟講就係後輪驅動、前置引擎兩個位或者2+2。咁而家應該係 GT 嘅車，佢又做比 GT 更多嘅嘢，唔係 GT 嘅車就做咗真係 GT 好多嘅特性。咁係咩特性呢？佢一定係高速，可以跑好耐、好快。第二就係佢要舒服。咁好似呢部 A7 350匹，其實喺性能上邊嘅數字呢，未算係 Audi 裏邊好頂級嘅型號，因為好肯定佢會有 S7，亦都好肯定佢有 RS7，甚至 Performance 嘅版本，因為以前都有。咁所以呢個350匹暫時係一個入門嘅型號，但係對於好多用車揸車嘅人嚟講，呢個性能已經係相當吸引㗎啦，因為佢個反應係快，而家嘅車係做得效率好高，轉變嘅速度好快好快。咁所以我2日喺南非揸呢架車呢，其實我哋都行咗好多路，公路又行咗，山路又行咗，其實佢速度還真係夠快嘅。咁另外一樣嘢令我比較有啲喜出望外嘅地方呢，就係呢架車係好舒服，特別寧靜㗎。而呢種表現，我相信亦都係廠方所講，佢好有 GT 嗰種感覺嘅，因為佢一方面可以營造一個好高嘅速度，另外一方面佢亦都係相當舒服，連續揸1-2個鐘頭，甚至2-3個鐘頭，你都唔會覺得攰，同埋一樣可以繼續快落去嗰種車。咁佢呢架係做到嘅。